大家好，今天為各位來介紹一個截取網頁並且可以使用 AI 後製的一個外掛，它的名稱叫做 NetClip。目前大家比較經常在使用的剪長工具是 Obsidian Web Clipper， 這是由 Obsidian 官方所推出的瀏覽器外掛。但是這個 NetClip 它的做法跟 Web Clipper 剛好相反，它是在 Obsidian 裡面直接透過 Web View 的方法在 Obsidian 裡面截取網頁，同時它使用了 AI 模型 Gemini 2.0 來作為後續的 AI 處理，因此當我們截取了網頁之後，就可以再叫用 AI 來協助我們做後續的處理，因此它對於我們在閱讀外文網頁方面呢，可以達到非常方便的效果。以下我就先來做一個功能展示，接着再為各位介紹一下它基本的設定，最後再做一些實用重點上的說明。我們先建立一個新的分頁，只要 NetClip 安裝並且啟用以後，在左邊的工具欄裡面就可以找到它的圖示，點擊它，它就會出現 Clipper View 的筆記。接着再來瀏覽需要操作的網頁。我現在使用的是這個 Bob 的網站，我先點擊右鍵，接着再使用 Copy URL 把網址給複製到系統緊貼簿，接着再到 Clipper View 點擊最右上角的加號，表示我要來剪長這個網站，它會直接把系統緊貼簿裡面內容給帶到這個 URL 這個欄位裡面，同時可以指定你要儲存到哪一個類型的分類的資料夾裡面。那假設我要把它放在 Article 這一個資料夾，然後後面就可以再指定要做的 AI 的操作。這個 AI 的操作我們可以制定來增加它裡面的內容，也可以來增加新的項目。假設我現在就是要做翻譯內容，我們就把這個項目給啟用起來，接着它會有一個動態的欄位可以讓我們來選擇，在這個地方我可以選擇目的語言，現在選擇繁體中文，接着再點擊最下面的 Clip， 它就會立刻截取網頁並且開始做這一個 AI 的操作了。當剪長的動作全部執行完畢以後，就會在 Clipper View 裡面就會增加出這一個剪長的內容，然後接着就可以直接點擊它，它就會將剛剛剪長下的內容呈現出來了。各位可以看到所有的內容都已經翻譯成中文了，而且也增加了幾個 property。我們可以来看一下，事實上已經把這個內容完整的已經全部通通翻譯成中文了。我們再來示範一遍，假如我要看一下什麼是臨時筆記，就點擊右鍵，再選擇拷貝網址，然後接着再進入 Clipper View，再點擊加號，這個時候我一樣把它儲存到 Article 資料夾裡面，然後來把它做匯總的內容。然後匯總的項目你可以選擇簡要的或者是詳細的，還有好幾種選項。那這個選項都是可以動態在設定裡面自己來增加的。然後這個長度，假設我要選擇中等長度，然後再點擊 Clip。可以看到，這又多出了另外一個何謂閃念筆記的這個筆記了。點擊它，它就已經將剛剛指定的這個何謂閃念筆記這個網頁就做了匯總的說明了。這個就是 NetClip 非常容易操作的整個運作的流程，它簡化了複製與貼上的整個功能，然後又可以透過 AI 來操作。當我們在閱讀外文網頁的時候，可以達到非常便利的效果。接着我們來看一下 NetClip 要怎麼設定。先進入設定畫面，再到社群外掛這裡來搜尋它，再進入它的選項設定。在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在這個 Clipper 這邊來設定要剪長的一個方法，你要存放的資料夾的名稱，你的子目錄要有哪一些分類，這個分類都是可以自己來維護的。預設目前有 Articles Tag 跟 Research， 如果你有不同的分類的話，也可以自己來新增，透過這個 Create 就可以來新增了。然後接着就是这個 AI Prompts， 它就可以來設定所有要操作的 AI 的處理。目前預設是有這三個 Translate 啊、Summarize 跟 Format， 這三個可以自己新增新的 Prompt。来看一下 Prompt 要怎麼設定，先點擊翻譯的這一項來看一下。點擊 Edit 以後，我們就可以進入它的設定畫面。這邊的這個 Prompt 就是使用了變數的方法來操作。$大括號 Article 就是整篇筆記的內容，然後後面呢這個 Target 的底線 Len 就是我們自己設定的動態欄位。這個動態欄位事實上是用這個變數來定義的。現在定義了一個變數叫做 Target Len， 它的值是設定在下面的這一個選單裡面。因此你有不同的選單或者是順序要調換的話，都可以在這個欄位裡面做處理。這個變數設定好以後，就可以在 Prompt 裡面直接用$大括號，然後加上這個變數的名稱來直接取用這個變數的值。到時候 AI 在處理的時候呢，就是會透過這整個完整的提示內容來協助我們做 AI 的操作。那這個設定好沒有問題以後，我們就可以按儲存。這個就是 AI Prompts 的設定的方法，可以說其實非常的簡潔，而且因為它有動態欄位的功能，可以達到非常方便的操作。
至於使用上的重點，其實剛剛在展示的時候都已經講過了，只要把要操作的網頁的網址給複製起來，接着再到 Clipper View 這裡點擊右邊的加號，然後再選擇你要儲存的資料夾就可以。這個資料夾在這邊選擇好以後，可以從檔案瀏覽器這邊資料夾叫做 Netclipse， 就可以看到它有對應的3個資料夾。剛剛選擇的分類，它就會直接儲存到這個子目錄裡面來了。這樣子對於你在收集這些文獻筆記，就可以方便先做一個分類，然後你看過了這個內容沒有問題以後，自己再把它搬移到自己的筆記資料夾裡面去。它的操作是非常簡單。我目前覺得有一些小問題，就是有一些圖片它沒有辦法很正常的截取到，這個也許是外掛將來可以再做改進的地方。今天我主要就是介紹這個很方便操作的檢查工具，它跟 Obsidian Web Clipper 呢可以達到相輔相成的互相幫忙的一個功能。希望今天的介紹對於各位在使用 Obsidian 上會有幫助，也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並且透過超級感謝來支持我錄製以後的教學影片。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